如果挖個池塘不放魚，過幾年會有魚嗎？先說答案，會，而且大概率会變成一個完整的小生態。那你可能會說，魚從哪來？我小時候就納悶過這件事。村裡老人總說魚是跟着大雨下來的。我尋思，天上怎麼可能掉下魚來呢？還真是讓人路易16撓頭，摸不着頭腦。偏偏小時候我家門口就有這麼個小水坑，從來沒人放過魚。沒過多久，裡面真就有小魚小蝦了。這就好像你出門打了幾年工，回家後發現多了個兒子，哪有什麼不勞而獲？不過是有人在替你負重前行。這個池塘裡的魚也是一樣，它又没長腿，不可能是自己翻山越嶺跑下來的，必然是其他動物從別的地方带過来的。其中鳥類就是最常見的一種。候鳥在遷徙的時候會到處落腳覓食，一旦碰見有水的地方，那就屬於夏侯惇相親，一眼就愛上了。喝口水順便還得撈2口吃的，這一落腳，腿上和羽毛就可能沾上魚卵，黏糊糊的還不容易掉，風吹日曬扛一整天都沒事。这时候魚卵就會順帶着送過來了。而且鳥類吃魚是整個囫圇吞下去的，它們消化道又特別短，這就導致好多魚卵還沒來得及被消化，就跟着排泄物一起留在新的水域裡了。有人還真做過實驗，把魚卵餵給鴨子，發現差不多0.2%的魚卵都能活着排出來。聽着不多，架不住一條野生鯽魚一次能下幾萬枚卵。鳥吃飽了，魚也實現了傳宗接代，簡直是秦始皇照鏡子，雙贏啊！當然還有個爭議比較大的說法，你小時候有沒有發现，每當下完大雨後，積水的洼地裡基本都是稻花香裡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。青蛙這種兩棲動物就會選擇在這個新形成的小洼地裡產卵，它們的身上經常粘着濕泥，就會夾帶一些魚卵來到這片水坑。雖然尚未有支持的證據，但也並不是完全沒可能。不過要說更離譜的，還得是泥鳅。這類魚它們壓根兒不用誰帶，是自己走過去的。你可能會覺得魚離了水，那就是廁所裡打地鋪，離屎不遠了。但泥鰍不這麼想，一旦老家的水域快乾涸，它不會坐以待斃，而是主動遷徙，一路找水，直到找到新家為止。但這本事擱泥鰍這還只算入門，非洲鯡魚才真的是秦始皇摸電門贏麻了。一到旱季，直接把自己裹成泥繭，不吃不喝能扛4、5年，雨季一來照樣滿血復活。上一個這麼能扛的都已經被奧德標做成磚了。那為什麼老人常說魚是跟着大雨下來的？其實土裡埋着的魚卵才是關鍵。老洼地乾涸多年，土壤深處照樣能藏着當年的魚卵，裹着結實的膜，能睡很多年不死。等雨水滲進去，便会開始蘇醒孵化。老話說千年草籽，萬年魚子，說的就是這個理。所以你看，老人說的那句話還真不是瞎編的。不過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而是鳥啊、蛙啊、泥鰍這類各顯神通湊到一塊兒，這片池塘才會悄悄變成一副勃勃生機、萬物競發的景象。